孩儿知道你不愿意提起，但是孩儿真的想知道，你明明已经带娘离开了琼华，那娘究竟是为何而死？她死，是因为你。我带着你娘，在太平村附近的青鸾峰布下了结界。我们为补偿心中的愧疚，让青鸾峰成了人妖共处的净土，也成为我和素玉远离尘世的家。那段时间是我看到她笑容最多的时候，我们决定成为夫妻。若是前生未有缘，此生不负，待重见。来生缘。这是这段时间以来我听到最好的消息了，师叔给你们贺喜呀！师叔，远道而来，师叔有什么事？你们带走望舒剑之后，玄霄因西河反噬，走火入魔。我和崇光、青阳不得已将他冰封了。我听师父说过，被冰封之后，将遭受寒冰之痛。冰封玄霄实属无奈之举，可悲啊！我一生只为铸成2把神剑，功成圆满，才蒙蔽了心智。其实这2把剑并没有完全铸成，西河望舒2剑还缺少2块名为阴阳子阙的旷世奇石，但掌门急于成就飞升大业，为了吸附幻冥界的紫青之力，他需要寻找2个至阳至阴体质的宿主持剑，以替代阴阳子阙。这么说，素玉的体质会被侵蚀，就是少着阴阳子阙。素玉啊，师叔对不起你，你身上的寒气，只有阴阳子阙才能治愈。师叔，哪里可以找到这阴阳子阙？关于阴阳子阙的些许线索，以及望舒剑和西河剑如何铸造，如何毁掉，皆记录于我的手记之中。这本手记如若留在琼华，可能会招惹祸端，我把它交给你们。天晴，素玉，我所讲的已经是琼华最后的秘密了，如何决断，也在你们。我去云南亡灵的时候，那里有一对蛤蟆，林湛说那个就是阴阳子阙。那只是空壳。终于，在我封印了玉南王元神的时候，被我找到了阴阳子阙。可我没想到，当我回到青鸾峰，等着我的是2个人。那时你还未出世，你和他之间，我只能选择一个。所以，娘是将阴阳子阙留给了我。素玉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，我只想她活着，所以我选择妻子保姆。可他说，当他在大殿成为望舒宿主的那一刻，早就难逃宿命。最后，是我亲手帮他把阴阳子阙的灵力打入了你的体内。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，
就是将昆仑放在时辰系统，这样他的时辰就不会腐化。如今昆仑被你取走，我们两个也可以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永不分离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为什么我小时候一问娘的事情，你就会那么生气。原来娘是为了保护我，牺牲了她自己的性命。天河，对不起。小时候，当我看到你活蹦乱跳，每一次都像在提醒我，素玉是为何而死，所以我对你冷漠责罚。可自始至终，我忽略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比起我，你更需要的。孩子，原谅我。爹，还有件事，没时间了，必须告诉你，望舒间宿主另有其人，而阴阳子雀最大的秘密是，你说什么，爹？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。爹，怎么回事啊？爹，怎么回事啊？爹！云公子，云公子，恐怕是宇恩宫欲泄露天机，惊动了明都，快走吧。林生，我不信这世上有解不开的咒法，我一定能想到办法。你可是答应了瓦姐让我开心的，所以第一，你不能冰块脸变成苦瓜脸。你下一个，这就对了。天河应该不会察觉了。云公子，这边。天河，你们去了这么久，你爹一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吧？我们得先赶紧出去了。云公子已经被戍族发现，我已经安排了摆渡人从放逐渊乘船送你们出去。我们快走，出去再说。走。洛儿，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，现在可算是醒了。少主，她便是你的母亲，婵幽大人。母亲，娘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还那么小，现在已然亭亭玉立了。我的女儿终于回来了。洛儿，你是在
在找这个吧？少主被打成昏迷之后，手里还紧紧攥着这个东西。这是天河的兽牙狗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这些西众都已经告诉我了，你那几位挚友明知你的身份，还依然挺身护你脱困。我能理解。他们现在一定很担心我，又没有我的消息，我怕他们会设下来救我，能不能？西众，你这就去找他们，带洛儿向他们报个平安吧。是。多谢母亲大人。你我分离19年了，你对娘感到陌生，亦属自然。洛儿，娘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孩子。只要你不再离开，你有什么要求，都可以告诉娘。你能不能还我梦里？无论你叫什么，都是我的女儿。梦里，你能不能唤我一声娘？娘。我最难接受的是，掌门如果明知道真相，怎可与当年太清一样，为了飞升七上蛮下？少主，慕容子英，真的是你啊，慕容子英少侠！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了。你认识我？那个布仙镇有个服装易容馆嘛，这位手画师就是专门给人画像易容的，他卖过最俊俏的就是你的脸。我画了你很多幅画像，没想到你的真人更俊俏。子英，你是要回琼华去帮他们吗？总脸师公和苏深师傅离开之后，是掌门对我悉心教导，除非他当面告诉我，否则我实难相信。你说的可是琼华掌门素瑶？那个恶毒的女人，她有什么资格教导别人？说什么？慕容少侠息怒，丑画师与素瑶有过交道，所言非虚啊。琼华众弟子，幻冥界不出10日，又将行至琼华上空，大战在即，我们誓死也要捍卫琼华，护佑苍生，此战必胜！捍卫琼华，护佑苍生，此战必胜！我们为何而战？子英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子英，站住！站住！是谁放这个叛门之徒进来的？禀宗主，玄霄前辈有言，但凡云天河回来，一概不能阻拦。
子英，云天河，你回来了，是要重新归顺本门吗？怎么不见韩灵莎？我和灵莎永远都不会再当琼华的弟子了。我这次回来也是因为担心子英，和想再和玄霄前辈见上一面而已。子英是回自己的门派，你有何可担心的？掌门，今日我琼华弟子排兵布阵，这云天河和那孟墨妖关系匪浅，在这儿恐怕不合时宜吧。云天河，你在这儿确实不合适。你既然要见我师弟，便去找他吧。掌门，一会儿子英会问你一些问题，但是你绝不能为难于他。我现在就去找玄霄前辈。子英师侄，云天河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掌门怎么可能为难于你？掌门，弟子想与你私下详谈。子英师叔，掌门和你一向公正透明，私下相谈的话，岂不是让大家反而生非议啊？子英，有何事就在这儿说。掌门，你确定吗？我既为掌门，就要无欲无私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那好，我问你，19年前，琼华与幻冥界之战，并非孟墨妖族祸乱人间，而是前掌门太清为了自己能够白日飞升成仙，便用西河和望舒吸附幻冥紫金山灵力，导致琼华前辈皆战死幻冥界。对吗？子英，你从哪里听来这荒谬之言？名都，云天清所言，他为了道出真相，他的元神一直都留在名都。子英师弟，前任掌门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我们大家都能得到飞升。为了飞升就要屠害整个孟墨妖族吗？孟墨并非恶妖，都是一个个无辜的生命。千掌门是我的师父，他的功过我不能妄加评说，但是孟墨妖死伤无数，可我琼华一样有千人众，此仇已结，孟墨是善是恶还重要吗？掌门所言极是。掌门所言极是。你说完了？其实我爹说的这些，你应该都清楚。天河是不想你一错再错。云天清只有一言不错，我与他唯一的共同点，便是念及这凤凰花树下的事业。大哥，一场大战要造成多少伤害，还要害得多少人枉死？你也因此被冰冻了19年，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呢？你怎么不问我为何要一心飞升？我8岁那年，同我爹娘共同生活的村落连年干旱，来了一位方士卜卦，说我是旱魃转世，必要将我诛之，方可保全其他人性命。不想那一晚，因为干旱导致失火，整个村落一大半被烧成了废墟。可所有的村民都认为那场火是我放的，他们逼迫我爹亲手把我活埋。我曾视他们为亲人，可却无一人保我。最后我爹没有办法，
亲手将我钉入了木棺，我到现在都听得见我爹钉棺的声音。一连7根铁钉，可那年我只有8岁，我无害人之心。可连同我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要我死，所以你便不再信誓。我也曾深信你的爹娘，可他们也因为妖族弃我而去。我越是记得这凤凰花树下的誓言，我便越是清楚，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堂主重光长老为何要将天河赶下琼华，因为他不想宿主与望舒人间合一，因为他知道你和玄霄依旧在步太清后尘，想要继续用西河望舒打开幻冥界通道，吸附紫金石灵力，继续让这些无辜的弟子为你们的飞升之受死。慕容子英，你敢对我如此狂言？我是掌门，也是教导你的师父。是，你教导我要持其言而过其行，你教导我人无忠心不可立于世，要以正义为先而护佑苍生，这些道义你都做到了吗？我从未对琼华不忠，也从未伤及过无辜。那玄影呢？重光长老呢？玄影是你用禁术造生，为了给他续命，你购买活人元神，这还不是伤及无辜吗？你为了掩盖此事嫁祸给重光长老，害他重伤悲废，这还不算是对琼华的不忠吗？子英，你休要听信他人，掌门没有道理造势引人啊！你命玄影雇佣灵煞，以扶摇仙果丹为诱惑，逼迫灵煞诱使天河带着望舒来到琼华。你造这玄影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获取望舒，而后利用我们为玄霄破冰，这样你和他便能持西河望舒飞升，对吗？慕容子英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也不想跟你解释任何，你宁愿相信拨仙阵的妖，也不肯信我。我刚才所言，唯有一个字提到拨仙阵的妖。掌门，你已经告诉我答案了。子英师叔，你说这些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我不是要治谁的罪，而是要告诉你们所有人，琼华非琼华，我们并非是为了正义而战，而是为了死狱而死。住口！慕容子英，你给我听好，即便我创造了玄影，也是为了望舒能回归琼华。当下是孟莫妖不肯放过琼华，且不说宗炼如何参差，那陈州妖乱让3000名百姓失魂落魄，龟邪夜闯琼华，伤及数十弟子，你还能说他们是无辜的吗？你难道要让我因为千仇恩怨束手就擒，弃当下弟子们的性命于不顾吗？我素瑶可以因为违反门规
而现任掌门之职，但我绝不容许你在这个时候动乱人心。慕容子英，掌门一向对你不薄，你却处处偏袒妖族，颠倒是非，到底居心何意？柳梦离这妖女若不是被你所护，那她早就死于琼华剑下。紫英师叔，现在是默默要杀我们，你得分清楚啊！我是急于望舒回归琼华而犯下大错，但我也是为了保护琼华呀，我别无私心。我可以为了琼华认死谢罪。我须臾绝不听信慕容子英，愿与掌门共赴沙场。共赴沙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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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赴沙场。子英，你是我最钟爱的弟子。你如果现在跟他们说你错了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认错了，就还是我的子英。掌门，该认错的是你。子英，大局为重。大局便是不战。子英，你难道真的不顾及我们师徒一场的情谊吗？可是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愤恨，就让无辜的琼华弟子还有孟墨族陪葬啊！那我便告诉你，这世上就没有无辜之人，只有弱肉强食。即便你知道真相，可你不够强大，那也只不过是个故事而已。我不知道自己够不够强大，但是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所能，阻止这场大战。云天河，你是我除了云天青以外第二个可以真心相待之人。你我性情相投，只是所需不同。就此话别吧，我不希望在与孟墨妖族厮杀之时再见到你。玄霄师兄，师兄，苏西师说，可是子英出事了。子英当众质问了掌门19年前的真相，还有玄影之事，宗主和众弟子都要求掌门处置子英，可倘若真处置了，子英就废了。慕容子英，念及师徒情谊，你认罪，我便留你在琼华。但剑宗宗主一职，你断难胜任。来人，去关。不必了。这个弟子比你有气节啊！子英说的句句属实，你们为何要如此处置他？
属实与否还重要吗？现在整个琼华，只有我玄霄一人的声音，这才是属实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削发取关，就更无悔了。念及慕容子英为我寻寒气有功，逐出山门，你不是一直想护佑苍生吗？滚去极仙院，做个洒扫。还是师弟周全。做个洒扫，也比这里干净。紫英师叔，韩姑娘，这是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我在看凡人被神兽所伤应该怎么医治。哎，凤儿，你知道后羿射日宫吗？听闻开元追月宫和后羿射日宫是一对神宫，如果有人将两宫合并的话，那他就是神。哎呀，被神兽所伤都算不了什么。我得回极仙院找他们俩，这书我先拿走了。书你拿多少都无所谓，你得告诉我天河有没有事。天河没事，紫英有事，走了。梦离，你与我说了这么多你在人间的经历，娘真的不知道该感谢云天清救了你，还是该恨他。梦离感谢云舒，他不仅让我活下来，还让我感受到了父母之爱，还有了天河、灵莎、紫英师叔这样的好朋友。梦离，你跟娘说句实话，对于天河这个人族，你对他究竟是朋友之情，还是有爱慕之情呢？我从未对一个男子有过爱慕之情，但自从我跟他分开以后，他经常会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很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可好。看来他已经在我女儿心里生根了。但是离儿，你若真的对他有情，想要保护他，你就要牢记，人妖终究殊途，人妖同道，只有恶果。娘，我刚才说这些就是为了告诉你，人妖是可以和平共处的，不然人间怎么会有青鸾峰、青凤阁，还有波仙阵呢？我也并非仇恨所有的人族，但只要琼华还有西河、望舒两把剑，他们就不会放弃侵略幻冥界，以求飞升的贪念。我怎能不保护自己的家园和族群？你跟我来。去哪儿？你是默默的少主，未来的统领。只要你亲眼看看自己的族众，便会明白娘的话了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哪怕给我一个表情也行啊。是非黑白，皆能颠倒，还有何求？你说的都是屁话，是非黑白自在人心，不在他人的嘴。慕容子英，
你削发去官，难道你连自己的誓言，你肩负的责任你全都去掉了？天河的身负烛龙之伤，也依旧坚持自己心中所想。梦离现在在幻冥界生死未卜，而你呢？你就因为自己不是琼华派的弟子了，你就失魂落魄。你最在乎的就是你自己的颜面。你头顶上的冠，根本就不是为我们。你虚伪，你懦弱，你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胆小鬼。子英，你看着我，你得振作起来。我们不是说过，只要心在一处就什么都不怕吗？可是你的心怎么能被素瑶那些人这么轻易的就击碎了呢？你的命还很长，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。你还记得在名都的时候给我阿姐的承诺吗？你说你会为了守护我，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难道要我守护你吗？好了，子英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只想看到以前的慕容子英回来。